Hello，大家好。疫情期间，因为人们快速转向远程工作，提高了加拿大办公室的空置率。根据世邦卫理士2月份的一份报告，自疫情爆发以来，加拿大市区写字楼的空置率已经连续4个季度上升，达到14.3%。这引发了人们对商业地产及市中心住房前景的担忧。自疫情爆发以来，普华永道一直在跟踪加拿大人如何适应新的工作环境。去年7月底，他们调查了加拿大雇主和雇员关于远程工作的情况，发现只有1/5的雇员想回到他们过去的全职工作岗位。对于63%的员工来说，理想的工作至少要有1半的远程工作时间。普华永道在德国的调查发现，由于远程工作后生产率不但没有下降，甚至还高于疫情前的水平。因此，远程工作在德国普遍被视为一种成功。71%的员工强烈希望疫情后继续在家工作，这样的话，企业可以减少20%的办公空间，这会大大节省企业的运营成本。普华永道在美国的调查发现，远程工作对于雇主和员工都很成功，这可能预示着未来美国的办公室将会发生重大变化。87%的高管预计，他们将在未来12个月内对办公室进行调整，比如在重要的地点整合办公空间，或者是开设更多的卫星办公地点。31%的人预计在未来3年内减少办公空间。尽管远程工作已经取得了成功，但加拿大的员工和雇主目前并不打算放弃办公室，因为很多雇主认为，如果完全转向远程办公，会使公司文化难以为继。加拿大参与调查的雇主中，65%的人认为公司文化是他们在疫情期间最大的工作挑战。他们认为办公室对于维持士气、建立合作关系是必要的，特别是对于那些工作经验少的员工来说，他们仍然希望到办公室来学习和社交。以上的这些发现都将促进混合型办公场所的出现，例如员工每周有2到3天在家工作，并轮流进入共享空间的办公室工作。在建立混合办公室的过程中，很多高管在他们的工作空间设计上越来越有创意。今后的办公室可能更像一个协作中心。对很多人来说，办公室之旅可能更像一种体验。办公室的设计更注重促进人际关系和公司文化。越来越多的企业对办公室的需求发生改变，这很可能是整个加拿大房产市场的转折点。虽然未来前景不明确，但写字楼市场和加拿大城市将发生重大变化。一方面，写字楼将进行重大改造，很多公司考虑在郊区设立卫星办公室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去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少，市中心的零售、食品和服务行业都会受到严峻挑战。迫于生存压力，他们可能会从主要的市中心商业区转移到郊区，这也可能是很多准备投资商业地产的朋友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。在住宅方面，人们对更宽敞、带有办公区域的住宅需求正在上升。虽然市中心仍然对居住、工作和做生意具有一定的吸引力，但远程工作正在导致城市人口外逃和郊区化加剧。皇家地产最新的报告显示，第一季度多伦多市中心的公寓价格下跌了0.6%。这是长期的趋势还是暂时的反应，仍有待观察。以上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资讯，欢迎订阅，谢谢观看，再见。